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世嘉 MD 平台的动作游戏《北斗神拳》。上一期打到了第3章的一半，其实在这个地方分上下期我也是有自己考虑的，因为下半期的话，主要的敌人就是3罗将。游戏的流程一共只有4章。第3章的新敌人真的是非常难对付，所谓飘忽的，远程攻击比较强的。录制上半期的时候，就已经把第3章的衣服爆了。没看过上半期的小伙伴，跟大家解释一下，这款游戏每章可以爆衣1次。之后就维持这种状态，拳头和脚的攻击都会加强，但是攻击的判定有微妙的变化，需要你重新进行适应。这里来到了第3罗将汉的居城，谁会把自己的城堡修成迷宫的状态？而且机关这么多，有可能住了几天，半夜起来上厕所，忘记了机关的位置，就此扑街呀！我现在的血量不满，所以遇到这种房间还是要进的。在这里每击败一个杂兵都会加一点血，这也是游戏当中为数不多的可以回血的手段之一。另外就是要找人对话了，可以提升你的人物属性，顺便攒一下血量最大值的上限。游戏当中的每一章都会出现一个迷宫的地图，游戏当中的一半难度都来源于这儿。前段时间我给大家录制过红白机平台的《北斗神拳2代》，2代和初代相比，迷宫已经非常简单了，但是到了16位的平台，可能是卡带的容量又允许你做出很多分支的路线，导致出现了这样一张地图。如果走了错误的路，可能走了半天你才发现是死胡同，但也有的路线里边会有房间，你可以进去加血。用现在的眼光来看，可能有些小伙伴会觉得游戏的一些设定并不合理，但是这款游戏出品的年代是1989年，非常的早了，再加上世嘉对待动作游戏一贯硬派的风格，所以你也就能够理解游戏当中部分别扭的地方。除了动作的要素之外，本作还加入了一定的探索元素。在大地图上，主人公可以自由的移动，单纯以通关为目的，你是不用走全所有地图的。但如果你想尽量的提升人物属性，还是要多探索一下的。而且有些特定的地图，你必须先和特定的人物对话，或者是击败一些 BOSS 才能够进入。所以游戏大体上还是有一个主线的流程。迷宫里边有各种各样的陷阱，其中我最讨厌的就是这种碎石。
数量很多，伤害不高，躲起来很麻烦。这里我就尽量躲一下，但如果下一个迷宫再碰到类似的陷阱，我可能就直接趟过去了。毕竟咱们的血量还算比较充足。BOSS 战，这里打的是第3罗将汉。我见过有的版本翻译成磐石的磐，无所谓了，大家知道是谁就行。使用的是北斗流拳，奥义是极火黄阵，但是比较怕飞踢。打完汉第3章就结束了，后面就是第4章，也就是本作的最后一章——罗将的宿命。剑次郎又在袖手速我。第4章又有很多新类型的敌人登场。我第一个目标就是要爆1。现在是咸鱼的状态，半格气槽的话，一个小的关卡应该是攒不满。这种杂兵你攻击它是不往前走的。走到屏幕边缘的话，其实可以不管杂兵，直接出去的。这里就是第4关的地图，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参数，包括了血量、斗气值，还有减伤的比例。出现了叠罗汉的敌人，一起可以对付3个，这个我在行啊，7个都可以。敌方从高空跳下来，最好是用脚来踢。脚的攻击范围还是比较广的，全只是刺激一条线。爆1了，这样的话，咱们后面就尽量赶路。因为打小兵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，而且本关需要走的回头路又比较多。这里是加奥的居城，这就是最终 BOSS 加奥，并不是拉奥，因为拉奥的生涯早就一片无悔了呀。下一个目标是去找第2罗将了。打完之后，咱们才可以进入太圣殿的迷宫，解锁北斗神拳的奥义，最后才可以去攻略最终 BOSS 加奥。这也是第4关的主线流程。左边的那个图是修罗场。主线的流程可以不用去，里边有一种新类型的杂兵，拿着巨大的回旋镖，这个图也有，是拿着喷火器，咱们蹲下就可以躲。虽然从视觉效果上来看，咱们是被喷到了，但实际上剑次郎的被攻击判定要小于他的贴图。而且被喷火器喷一下也不疼。
右边这里就是罗圣殿，打第二罗将爆。北斗神拳就喜欢搞这种同门师兄弟或者亲兄弟相残的戏码，这种感觉我说不上来，反正我是不大喜欢。爆会使用暗流天破，还有魔斗气。但是豹和汉一样，也怕飞脚进行压制。可能北斗流拳的弱点就是怕被脚踢，只能这样解释了。罗圣殿打完了，咱们去太圣殿。这张图我估计要走3次，因为咱们去完了太圣殿之后还要回来。最后前往地图最北侧的最终 BOSS 战场。其实现在我可以玩的激进一点，因为一会儿在太圣殿的迷宫里边，回血的房间还是比较多的。多到你可以不利用超级跳来多打一个敌人，多回一段血。其实有些地图可以反复的攻略，反复的进，还是官方在设计流程的时候，怕有的小伙伴打得太快，导致没能爆一。我见过不是爆一状态去打最终 BOSS 的。一般来说，清杂兵的图都能够反复的进，但每关的迷宫只能攻略一次。从迷宫里出来之后，再路过就进不去了。刚才的 NPC 应该是虎。这里就是太圣殿了。到房间的门口，按上，咱们就可以进入房间了。这个操作是巨大的进步啊！大家想一下，红白机平台的北斗神拳1代和2代，想要进门的话，需要按上，按 AB， 这就导致很多小伙伴当年玩这款游戏，进门之前都在门口傻跳半天。当然了，也包括我呀。感觉明明对准了，操作也对，但就是进不去，在门口磨蹭半天。那种焦急，相信很多小伙伴也能够理解。它就摆在那儿，你就进不去，所求又不可得。明明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涉及到具体的操作，还是要看经验的。现在当然轻车熟路了。大家如果想要重温这款游戏的话，就注意一下我现在走的路线，因为其他的分支可能走到底只是一堵墙，你还要绕回来。本关的各种机关也是一应俱全，但游戏已经推进到这儿了，所以我打的就比较随便了。三罗将还剩最后一位，咱们不管他在漫画的原作里边是一个什么实力，单单说这款游戏，三罗将加奥应该是最弱的，非常吃套路。
迷宫走到这儿大概只是一半。我粗略的计算了一下，每个迷宫你大概需要做出5到6次路线的选择，一旦中间你走错了，就需要再绕回去。所以可能当年玩过这款游戏的小伙伴，在第1关或者是第2关的迷宫就止步于此了。这是一个大坑，小坑的话咱们可以利用远跳来跳过去，大坑就无能为力了。喷火的机关还是比较好躲的。相比较来说，我还是更想面对飞斧这种机关。贴图比较大，用拳头很好击落。弓箭的话，要么你就蹲下躲，要么你就用脚踢。刚刚路过的这几个门我都试了一下，进不去了。又是这种落石，无所谓了，咱们往前冲就可以了。被砸中了掉血也不多。这里把血量补一下，刚才损失的也就都回来了。这样咱们就可以去打加奥了。太圣殿的左下角有一个村子，这个村子咱们可以见到雷亚，给大家看一下吧，毕竟是有个 NPC。上一期有小伙伴就提醒我，第2章好像是错过了一个对话。这个图难得的难度不高啊。这2张图又需要打一遍。我就尽量赶路了，身后的敌人如果不是迫不得已，我就不去处理。这样做可能攻略的速度会快一点，但是血量会受到一些损失。我应该让喷火器喷我一下，这样可以把我往右边推呀，走得更快。一般来说，这种操作都是速通需要考虑的。用血量来换时间。最终 BOSS 战，第1罗将加奥。第2阶段，加奥不吃近身缠斗，咱们在中近距离和他打就可以了。用拳头等他过来，
这个打法也适用于咱们没有爆衣的情况下，但一般只要你不是速通打法的话，打到这儿都是爆衣的形态。通关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世嘉 MD 平台的动作游戏《北斗神拳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